强国一代，榜样阅读。欢迎收听由中国青年报、中青在线联合酷我音乐共同打造的首档青年阅读分享类节目《榜样阅读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阅读者郑云龙。我选择的青年正能量关键词是担当。担当通常是指敢于承担责任，在责任面前能够不回避、不退缩。在我看来，它是一种责任的行为，一种自觉的状态。担当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一个有担当的人会让人觉得踏实、有力量。担当，它不仅仅包括了一个人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荣誉感，同时也包含了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职业的尊重。今天我将在榜样阅读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作家周国平的散文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》，一起去感受作者对于担当的诠释。下面进入我的阅读时间。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周国平。我们活在世上，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，小至对家庭、亲戚、朋友，对自己的职务，大至对国家和社会。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，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。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？在某种意义上，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，唯有对自己人生的责任，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，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。不止于此，我还要说，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。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，他才可能由之出发，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。正如歌德所说，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。因为这种爱，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，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。相反，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。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。实际情况往往是，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接受，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。一个不知对自己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，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。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，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，她应该做些什么？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，因此想到，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，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，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。当然，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，这是一种情况。更常见的情况是，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。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，不是出自于自觉的选择，而是由于习惯、时尚、舆论等原因。譬如说，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种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，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。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，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。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，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，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。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，
在责任问题上，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。所以，我们活在世上，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，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，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。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，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。我还相信，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，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。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，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、有效的社会。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的文章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》。周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什么是责任和担当。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，都要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，小至对于家人、朋友、自己，大至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。这些责任多半都是我们生来必然要去承担的。文章中，周先生也非常有条理地分析了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起这些责任，以及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做一个有担当的人。就像周先生所说的，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。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观点。我想，只有懂得了对自己负责，才有可能承担得起对他人乃至对社会的责任。在成为一名职业的音乐剧演员之后，我就是抱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我的工作，我的每一场演出，从而担当起对观众、对职业的责任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平时演出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或一些突发的小意外。在变身怪医首演的时候，当时我正在发着高烧，但是演出还要继续，每个人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，让这场大家准备了很久的首演留下遗憾，所以在体力透支的情况下，还是坚持完成了演出。其实带病演出在我们这行十分的常见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无法控制伤病的来袭。但是作为音乐剧演员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尽可能的演好每一场演出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要对它负责。前段时间在话剧《漫长的告白》的演出过程中，舞台上方的一个吊顶的大道具突然掉了下来。为了躲避道具，我从台阶上跑下来的时候，不慎扭伤了脚踝。当时医生告诉我说，脚伤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后，我还有一场晚上的末场演出，很多观众都已经提前来到了现场，还有一些朋友是特地从国外和外地赶过来。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，我和导演第一时间修改了舞台调度，为的就是能够让观众如约看上晚上的末场。其实基本上每一位音乐剧演员都像我一样，遇到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突发事件，在不影响演出正常进行的同时，快速对突发意外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处理，也已经成了每一位有担当的演员们对待工作的一种态度和习惯。作为一名音乐剧演员，我也知道音乐剧在国内发展的不容易，尤其是早些年，国内音乐剧市场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受众比较少，有时候一个剧场里只有几个观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我接触音乐剧到现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我一直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，珍惜每一位观众。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看到音乐剧，喜欢音乐剧。我也相信，即使每一次演出只是多几个观众，也能积少成多，国内音乐剧的发展会越来越好。这是我们每一个音乐剧演员前进的动力，也是我们对职业的一份担当。虽然现在我在工作上会比较忙，但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我都会非常愿意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。之前我和彩虹合唱团一起合作参加了上海青年公益音乐会，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，可以让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聋哑青年，
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。参加公益活动，为需要关爱的人发声，这些都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有价值的事情。我觉得学会感恩和回馈社会，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给予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一些爱与关怀，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份担当。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，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知道自己责任的所在，懂得对自己、对他人和对社会负责。我想，这不是一项任务，而是每个人应有的一份担当，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。我觉得阅读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。换而言之，我们可以从书中悟出不同的人生道理，还可以从书中猎奇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，让我对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新鲜度。另外，我觉得这档节目的形式特别好，除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文章和书籍，还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中各种的正能量。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参加，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音乐剧和音乐剧演员。我觉得还有坚持。毕业之后，从我正式成为音乐剧演员，登台开始表演到现在，我经历过送票都没有人来看的那个阶段。那时候因为没有太多人看我的演出，生活特别的拮据。当时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因为生活的压力都选择了改行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，没有想过要放弃。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，我抽空会选择做一些兼职，也是因为当年自己这一股执着。我在这一行坚持了10年，现在很多人通过深入人心这个节目认识了我，了解了音乐剧，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欣慰，我也真的特别的感谢自己的坚持。因为平时演出完回到家其实都已经很晚了，睡眠的时间也不是很充足，所以在演出结束之后，我一般都会好好休息，看一看微博上大家对我的留言和演出的一些评论，回忆一下自己演出的一些细节，来达到下一次更加的演出状态。也会看一看轻松的视频，放松一下自己。其实我是一个很看重剧本的演员，如果有好的剧本我很喜欢的话，那我就会考虑去参演，也期待我能参演一些很多好的优秀的影视作品。我本身是一名音乐剧演员，所以对我来说出演话剧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尝试。音乐剧和话剧它们之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话剧是需要靠演员的台词功力和表演功底的，在情感的表达上的话，音乐剧是习惯于在于音乐去表达情感和控制节奏的，而话剧里是没有这些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好了，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，著名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《永远有多远》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叫白大醒的仁义姑娘的成长故事。随着小说结尾多次出现的“永远有多远”的探问，作者将该作品的主题关注点引入了更深的层面，对大众命运的知觉和眺望。永远有多远的探问是个体的迷惘，该文本借此引发了小说的主题思想，彼此的心灵回归之路。永远有多远，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。有人说，担当是智慧、勇气和能力的有机统一，它要求我们不能只是做完一件事情，而是要带着自己的要求，带着情感去做好这件事情，对自己负责，对他人负责，承担起作为社会一份子该承担的责任，体现出我们该有的担当。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，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。